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当时一场梦，醒了很久，还是很感动，还是很想被你保护心里的惨痛。相信至今还有人在拿这个梗开玩笑吧，但却有很少人去考虑这句歌词背后意味着什么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选秀对于学员们来说就是一场梦。众所周知，每个选秀在播出前都号称要打造中国第一男女团，仿佛一切就绪，只待3个月后凑满一个团就能创造出娱乐圈新格局。但事实上，高调出道低调收场才是很多团体的生存轨迹。伴随着全网争议， The Night 正式出道了。从配置上来看，最终成团的9人包含了 vocal、舞蹈、rap、话题担当4类。全能 ace 刘雨昕、vocal 喻言、rap 谢可寅、话题担当虞书欣，剩下的5个成员都是舞担。这个团队的优点呢是舞台表现力很好，整体风格可以走酷女孩路线，缺点在于重复的功能性角色多。虽然他们的实力相当，话题相当，但也容易导致选手成团以后个人solo为主，缺乏抱团发展的必要。出道夜当晚，节目和选手的热度达到顶点，但3天过去了，团体代言只官宣了蒙牛真果粒代言人这一个，首个合体活动暂时还没有动静。相比之下，前辈团体的动作快得多。火箭少女101在出道隔天就登上了湖南卫视综艺节目《毕业歌会》，完成了成团后的综艺首秀。RYC 在成团夜当晚就发布了成团曲。UNI 在成团3天后合体空降爱奇艺泡泡进行互动。9% 首个合体活动则是全团前往美国，赴美国进行了为期20天的集训。成团1个月后，便在上海举办了首站巡演。The Night 的首个团体资源目前传言不少，包括爱奇艺的自制综艺《夏日冲浪店》，天猫和江苏卫视联合举办的618晚会，以及蔡徐坤常驻的奔跑吧。最终9人全团参与哪个，还要等待相关活动方的官宣。热闹的背后，相信大家和姨太一样，难免会产生出道即巅峰的担忧。The Night 出道后是由爱豆世纪负责运营，限定活动期呢还是18个月。要知道，无论是2018年出道的 9% 还是2019年出道的 UNI， 最终成团后的曝光度都不算太多。成团夜以来，只有 C 位出道的刘雨昕动作官宣了黑人牙膏和多芬2个代言，但这都是节目赞助商延续下来的资源。他还发布了全新个人单曲《节奏病》，由原经纪公司 AMG 亚洲推出，配套播出 MV， 有可能接下来专注音乐路线。而在刘雨昕之外， The Night 其他8位成员的资源和发展路线较为分化。演员出身的虞书欣即将有新剧开机，爱奇艺的多部观察综艺也向他抛来橄榄枝。来自太阳川河的赵小棠和孔雪儿也有望在直播方面崭露头角。参演过《特种兵归来》系列动作片的预言也有可能继续拍摄影视剧。安琪、谢可寅凭借突出的个人风格参加相关的音乐综艺可能是一个方向。从以往出道的选秀团体来看，出道后的大部分团体内部都会出现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。除了固定的团体综艺和团体专辑外，仅少数的几位选手拥有广泛的知名度和更好的后续个人资源，更多成员则随着团体后续热度的下降而陷入不温不火，甚至再度查无此人的困境。激烈的打榜投票已经预示了 The Night 出道后粉丝大概率还是各自为战，很难从伪粉转化为团粉。就在这几天，让人意难平的4位选手也突然官宣将以172 Girls 组合出道，成为了青春有你2的2团，而且他们的第一个资源就是618晚会。虽然有人说172 Girls 是通过这个晚会试水人气的，但是没以组团的身份出道就能拿到这么好的资源，也是非常优秀的。2团的成立确实治好了许多观众的意难平，但是大家需要考虑一个问题，就是谁来接管他们。从总决赛的舞台上，我们不难看出，乐华老板杜华没有作为代表出现，金子涵也没有顺利出道，48老板王子杰全程黑脸。2家大公司似乎都不看好的奈，如果继续让陶接管172 Girls， 他们的资源又能好到哪里？难道让他们与的奈平起平坐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一个团能不能走得长远，不仅要看成员的综合实力与吸金能力，更需要看公司背景是否强大到可以拥有好的资源。
总的来说呢，如果有一个好的公司愿意接管他们的话，4个人的前途无可限量。先天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参加许多时尚领域的拍摄，并且他们的 live 现场也属于上流水平。若好好经营，有极大的可能成为真正有实力并且吸金的女团。就在网上一度流传172 Girls 的资源比 The Night 的资源好，毕竟172 Girls 已经有了大规模的活动，而 The Night 这个主团却没有任何动静。毕竟在出道夜结束之后，刘雨昕出了单曲，虞书欣也进了剧组，出道即解散的恐慌也越来越大。就在大家担心的同时，网友有人爆料说 The Night 出道的第一份拍摄工作结束了，仪态想发出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大家安心。曾经看过一句台词讲得非常直白，你知道这种选秀出来的艺人在咱们行业内叫什么吗？叫娃娃机艺人。抓出来也就3分50秒的新鲜感，之后大家连他是谁都记不起来。这句话呢，其实很现实，也很符合内地偶像选秀循环，出道即巅峰。运气好的团体组合能推出1-2个人气成员，运气差的组合往往是聚是一团糊，散作满天星。平台和经纪公司在成团前规划的多个团体资源，最后兑现的通常都是大幅缩水。火箭少女101的队长亚米在参加团综横冲直撞20岁第2季时，感慨到自己出道前都想得挺美好的，就有点误判。出道后很久不适应，差不多有大概半年的时间都处于迷茫脆弱的状态。在一些热衷于选秀节目的粉丝看来，选秀注定是每个选手的意难平。没出道的选手苦的是没有成团，出了道的选手成团后的发展大部分都不如人意。事实上，从2004年第1届超女算起，中国选秀15年孕育了数不尽的偶像。选手的结局往往都是出道即巅峰，没有舞台，没有作品，很多人只能继续参加选秀节目，不断回锅。在如今的选秀节目赛制设计中，除了考察选手个人的唱跳实力外，商业价值的重要性被大幅度提升。在大众看来，平台、经纪公司和相关赞助方都是看中了当下利益，而非长远的投资，因此疏于对团体实力的培养和作品的打造。此外，参加选秀的经纪公司都与平台方签订了合约，出道团体的后期运营由平台方接手，陷入平台方和原经纪公司的博弈两难的并非个别。万美琪、吴宣仪就是例子。偶像团体出道后能从组和音乐专辑售卖等方面得到的收入并不乐观，开巡演固然赚钱，但需要有足够的基础粉丝数量，这要求相关方投入真金白银，持续拿出好作品，同时还要保证唱跳能力一直不能掉线。常年高投入、高强度但又看不到可观盈利模式的付出，并不是每个平台方、每个经纪公司都愿意的。而落到爱豆本人身上，时间成本也是一个大问题。绝大部分选秀成员节目播出时就是人气巅峰了，大部分人出道后再也拿不出同等的曝光资源，团队活动的时间比外界想象的还要少。为了解决出道后舞台资源的问题，平台也都先后推出过几档打歌综艺，但收效甚微。提供给偶像团体的舞台有限，澄海投资合伙人陈月天曾在采访中感叹，偶像出道除了演电视剧和上综艺别无他法，他们与歌手面临一样的问题，没有曝光平台，除了综艺节目与电视剧没地方去了，这也造成了中国对于偶像的定位模糊。现在没有定位，人多了才去定位。回顾15年的中国选秀，大部分事业都起起伏伏，只有李宇春一直停留在偶像顶峰，这也是他本人和团队在极其坚实的情况下才实现的。更多的人早早流向了影视剧、综艺、短视频和直播。5月30日晚的成团夜，李宇春与刘雨昕的对视成为了经典一幕。新旧交接间，The Night成员的花路才刚刚开始，但前途并不坦荡。一泰觉得，想要打破出道即巅峰的魔咒，说难也不难，其实只需要2个字儿。第一个字儿呢，就是心。公司需要用心规划发展路线，成员也需要用心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。第二就是运，想要整个团红，只用心还是不够的，还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。当然，机会永远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。再有不到1个月，火箭少女101女团即将解散，2年的限定团也告一段落，而现在的 The Night 才正式成团。你们觉得他们能取代火箭少女成为中国第1女团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